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我是科尼。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是关于注册 ChatGPT 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错误问题怎么解决的一个内容。我之前也发过一些视频，但是呢，我之前那个频道呢，很不幸被 YouTube 给封掉了，所以呢，我决定呢重新开启这个系列内容，也希望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能够成功注册 ChatGPT 账号。当然，这个内容的话，我决定分为几个部分来讲。首先，注册 ChatGPT 账号的话，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会应该都没问题，而是在注册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问题。那么呢，我会根据 ChatGPT 注册使用包括账号的问题，我会出一系列的内容。今天的这个内容呢，是关于 ChatGPT 注册的时候出现一些错误提示，如何依照官方的提示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也会根据我自己注册和使用 ChatGPT 的经验，也给到大家一些能够帮助大家的一些办法。那么我也希望今天的视频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让大家能够成功的注册 ChatGPT。当然，这个关于注册 ChatGPT 失败的一些问题，网上说法很多，所以我决定呢，给大家一个官方的说法，让大家能够安全顺利的注册成功。如果您觉得视频有用的话呢，您也可以把视频分享给其他的朋友，让他们知道这个内容，能够顺利的注册成功 ChatGPT。那么我们直接开始今天的一个视频内容。那么今天的内容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坚持看到最后把视频看完，会有一个惊喜能够给到大家，让大家能够100%的用上 ChatGPT 账号。至于是什么惊喜呢？你把这个视频看完你就知道了。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视频。首先，我们如果需要得到 ChatGPT 注册失败、出现错误代码解决办法的一个官方回答，那么我们就直接问一下 OpenAI 旗下的聊天软件 ChatGPT。这样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官方的回答。首先，我直接问 ChatGPT， 中国大陆地区用户如何成功注册 ChatGPT？ 回答是：根据我的了解，截止2021年9月，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目前无法注册和访问 OpenAI 的 ChatGPT 服务，因为 OpenAI 的服务在中国大陆地区受到限制，这是由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网络审查和政策限制导致的。如果您身在中国大陆地区，并希望使用类似的人工智能聊天服务，您可以尝试寻找国内类似的产品或者服务，例如中国公司提供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或语音助手，这些服务可能适用于中国大陆地区的网络环境和法规要求。另外，如果你有合法的途径获得国外 VPN， 您可以尝试使用 VPN 来绕过地理限制并访问 OpenAI 的 ChatGPT 服务，但请注意，使用 VPN 来绕过地理限制可能违反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和服务条款，建议您在法律和服务规定范围内使用网络服务。请注意，限制和政策可能随时变化，请随时关注当地的政策和规定，并确保遵守相关法律和规定。这个话的意思有两种，一个意思就是呢，日后可能 ChatGPT 也会推出中国版本的一个服务，包括最近的这个 ChatGPT。还有一种原因呢，就是 VPN 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就问了一个平时最常出现的提示 ：ChatGPT 注册提示手机号码滥用。如果在注册 ChatGPT 时收到提示手机号码滥用的错误信息，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导致的。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原因和解决方法。第一个原因是重复使用手机号码。如果您之前在同一个平台或其他平台注册过多个账号，并且使用了相同的手机号码，系统可能会判定滥用行为，尝试使用其他手机号码注册或联系平台客服支持部门解决问题。第二个原因，虚拟或临时手机号码。某些平台对虚假或临时手机号码进行限制，因为这些号码可能被滥用于垃圾信息、欺诈或其他不良行为。建议您使用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进行注册，确保遵守平台规定。第三点，频繁注册尝试。如果您多次尝试使用同一手机号码注册，但都失败了，系统可能认为这是滥用行为，尝试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尝试注册，或者联系平台的客户支持以寻求进一步的协助。如果您确定自己的行为没有滥用手机号码或违反平台的规定，但仍然无法注册，建议您直接联系平台的客户支持部门，向他们详细说明您的情况并寻求解决方案。每个平台的注册和验证机制可能有所不同，只有他们能提供准确的解释和帮助。但是我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注册失败 ChatGPT 账号跟 OpenAI 的客服联系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有用的情况只有在您账号可能被封禁，或者
是使用的时候出现了其他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你联系 OpenAI 的客户支持部门，他们可能会给到您帮助。那么这个英文的话我就不念了啊，因为我的英文发音也不好。那么我就问了，注册过程中在邮箱验证时提示这段英文，如果在注册 ChatGPT 时遇到这串英文的错误提示，这意味着 OpenAI 的 API 在您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暂不可用，这可能是由于法律、监管或其他限制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无法在当前国家或地区成功注册 ChatGPT， 建议您尝试使用其他 VPN 服务或代理服务器，将您的网络流量路由至允许访问 OpenAI 的国家或地区。请注意，使用 VPN 或代理服务器可能会违反某些国家的使用条款，所以请确保您的操作合法且符合相关规定。那么它这个话的言下之意就是您需要切换注册地点，如果您的注册地点在香港或者是一些无法注册 ChatGPT 的地区，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另外您还可以联系 OpenAI 的客户支持团队，向他们咨询有关您在国家或地区可用性的问题，并寻求他们的建议和方案。注册过程中输入手机号进行验证时提示这串英文，如果在注册 ChatGPT 时输入手机号进行验证时出现这串英文的提示，这意味着 OpenAI 的 API 在您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暂时不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您无法在当前国家或地区。建议您尝试以下解决方案。第一点，使用其他验证方法。如果提供了其他验证选项，如电子邮件验证或第三方账号验证，请尝试使用这些方法完成注册过程。第二点，尝试使用代理服务器或 VPN。通过使用代理服务器或虚拟私人网络 VPN， 您可以模拟您所在国家以外的位置，选择一个可靠的代理服务器或 VPN 服务，并将您的网络流量路由至允许访问 OpenAI API 的国家或地区。请注意，使用代理服务器或 VPN 可能违反某些服务的使用条款，所以请确保您的操作合法且符合规定。此外， OpenAI 可能会对使用代理服务器或 VPN 进行限制，所以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注册 OpenAI 页面时提示这段英文，如果您注册 OpenAI 时收到这段英文的提示，这意味着 OpenAI 目前不提供服务给您所在的国家或地区。OpenAI 的服务范围可能受到法律、政策或其他限制的限制，导致某些国家或地区无法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您可能无法成功注册 OpenAI 账号或访问其相关的服务。如果您收到了这样的提示，建议您遵循以下步骤。第一点，检查 OpenAI 的官方通知，访问 OpenAI 的官方网站或其社交媒体渠道，查看是否有关公告或通知，以了解服务范围、更新和限制情况。请尝试使用代理服务器或 VPN。有关用户通过使用代理服务器或虚拟私人网络 VPN 来模拟位于允许访问 OpenAI 的国家或地区，以绕过地理限制。但是请注意，使用代理服务器或 VPN 可能违反 OpenAI 的使用条款和相关法律规定，因此请谨慎使用，并确保您的操作合法。注册的时候提示这段英文如何解决？如果在注册过程中遇到这段英文的提示，可能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方法。刷新页面，尝试刷新注册页面，然后再次尝试注册。有时候可能这个注册只是暂时的问题，刷新页面可以解决。清除缓存和 cookies， 清除浏览器缓存和 cookies， 然后重新加载注册页面。过时的缓存或损坏的 cookies 可能导致注册进程出错。尝试其他浏览器或设备，如果使用的是电脑，尝试在不同的浏览器中打开注册页面，或者尝试在其他设备上进行注册，例如手机或平板电脑。有时特定的浏览器或设备可能存在兼容性的问题。尝试切换其他选项可能有助于解决问题。检查网络链接，检查网络链接，确保您的网络链接稳定，并且没有被防火墙或者其他安全软件阻止访问注册页面。有时候网络问题或安全设置可能导致注册过程出错。延迟尝试，如果以上方法都没有解决问题，可以尝试稍后再次注册。有时候平台可能正在进行维护或更新，尝试注册过程受到影响。那么我总结一下，首先呢，您可以把你的 cookies 和浏览器缓存删除。第二，您可以尝试使用无痕模式或者是说隐私模式来尝试注册，或者是说更换一下您使用的 VPN。注册 ChatGPT 邮箱验证收不到验证码。如果您在注册 ChatGPT 时没有收到邮箱验证的验证码，请尝试以下方法解决问题。
检查垃圾邮件或者垃圾箱，有时邮箱服务提供商会将验证邮件识别为垃圾邮件或垃圾箱中的邮件，请检查您的垃圾邮件文件夹，看看验证码邮件是否被错误分类。检查邮箱地址并拼写，确保您输入的邮箱地址是准确无误的，没有拼写错误。一个错误的邮箱地址将无法收到验证码邮件。等待一段时间，有时邮件发送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您的邮箱，请耐心等待几分钟，然后检查您的收件箱，重新发送验证邮件。在注册页面或账户设置中，您可能会找到重新发送验证邮件的选项，尝试点击该选项重新发送验证邮件。检查邮件服务商限制，某些邮件服务商可能会对来自特定域名或 IP 地址的邮件进行限制。如果您使用的是受限制的邮件服务商，可能会导致您无法收到验证邮件。您可以尝试使用其他邮件服务商进行注册，或者联系您的邮件服务商了解是否有关限制。那么这个就是经典问题啊！注册的时候提示 SSDAD， 如果在注册 ChatGPT 时遇到 SSDAD 这串英文的错误提示，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之一所导致的：地理限制 ，OpenAI 的服务可能在您所在地区不可用 ，OpenAI 的服务可能仅限于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如果您在不支持的地区，可能无法访问 ChatGPT。这个话的言下之意就是，还是要您切换一下 VPN， 或者是更换一下您使用的 VPN 软件。访问权限限制可能需要特定的权限才能访问 ChatGPT， 这可能是由于 ChatGPT 仍处于测试阶段或限制访问的其他原因导致的。这里面我要插一句啊，出现这个问题有一种可能就是您的 IP 地址或者是您的设备被 ChatGPT 封锁了。这个问题我之前也出现过，就是我的电脑是无法进入 ChatGPT， 但是我的手机却可以，这个是由于 ChatGPT 的风控导致的。之后的话呢，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下这个问题。OpenAI 的账户问题，如果您的 OpenAI 账户没有通过验证或有其他限制，可能会导致无法访问 ChatGPT， 请确保您的 OpenAI 账号处于正常状态。那么注册的时候提示这段英文如何解决？如果您在注册过程中收到这段英文的错误提示，这意味着您在所在的 IP 地址被识别为在短时间内进行了过多的注册尝试，这可能是由于以下的原因之一导致的 IP 地址限制。OpenAI 可能会对同一 IP 地址在一定时间内的注册尝试次数进行了限制，这是为了防止滥用和保护系统的安全性。共享 IP 地址，如果您是在共享网络环境中，可能有其他用户在同一 IP 地址上进行了大量的注册尝试，从而触发了这个错误。那么这个问题呢，总结来说就是您目前使用的 VPN 或者是您使用的 IP 地址，有很多人尝试注册了 ChatGPT， 也导致您这个 IP 地址被 ChatGPT 封锁了、封控了，导致你无法注册。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是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尝试进行注册，确保您的注册尝试不会过于频繁。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尝试使用其他的网络或更改您的网络设置，以获得不同的 IP 地址。还有一点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风控问题以后我会详细的讲。如果您的账号确定是无法进入 ChatGPT 或者是被封锁、被风控，那么您需要把您的 IP 地址、手机号码，包括您的邮箱，还有您要使用无痕模式，你才能注册成功。因为它可能会把其中的某些环节都风控，比如说你的手机号码被风控了，你的 IP 地址被风控了，你的设备被风控了，但是我们无法确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对吧？注册时使用这段英文如何解决？如果您在注册 ChatGPT 时收到这段英文的消息，这意味着您已经成功的提交了注册表单，并且将在 OpenAI 准备让您尝试 ChatGPT 收到的通知。这是一种常见的回应，说明您的注册信息已被记录，并且 OpenAI 将根据其自身计划和资源安排向您发送进一步的信息。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您就立即能够使用 ChatGPT， 因为 OpenAI 可能会有一定的注册排队和限制，他们可能会根据需求和可用性逐步扩展使用范围。建议您耐心等待。如果您注册时提供的联系方式，以便在 OpenAI 准备好时及时收到他们的通知和进一步指示。如果您长时间未收到回复，您也可以与 OpenAI 的支持团队或客服部门联系，以了解更多您注册的状态信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使用了 SMS Active 的平台来注册 ChatGPT， 但是却没有收到验证码。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我现在可以很肯定的跟大家说，
SMS Activate 这个平台现在是仍然可以正常注册 ChatGPT 的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在这个平台注册的，我是确定没有问题的。如果您使用了 SMS Activate 平台的手机来注册 ChatGPT， 但未收到验证码，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点，延迟，有时短信可能会延迟，建议您等待一段时间再检查是否收到验证码。第二点，无法接收国际短信，某些虚拟手机号码平台可能无法接收来自国际或特定国家的短信，请确保您选择的手机号码支持接收来自 OpenAI 或所在国家地区的短信。验证码被拦截，在某些情况下，短信验证码可能会被您的手机或运营商拦截，因为它可能被视为垃圾短信或垃圾邮件。请检查您的垃圾邮件文件夹或垃圾短信过滤器，确保验证码没有被误判为垃圾短信信息。如果您经过一段时间仍然未收到验证码，建议尝试以下步骤：重新发送验证码。有些平台提供了重新发送验证码的选项，请尝试重新发送验证码到您的手机号码。如果您的当前手机号码无法接收到验证码，尝试使用其他手机号码注册，确保选择可靠的手机号码。联系支持，如果您尝试了上述方法仍然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 SMS Activate 平台的客户支持，他们可能提供更具体的帮助和解决方案。请注意，第三方平台来接收验证码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建议您谨慎选择和使用这些平台，并确保您的个人信息和隐私得到适当保护。注册时显示429错误这段英文。如果您在注册过程中遇到错误代码429，提示您被限制访问频率时，这意味着您的访问请求过于频繁，超出了服务器提供商设定的限制。这种情况多发生在您多次尝试注册或发送请求之后，这是一个自动限制机制，旨在防止滥用和过度使用服务。为了解决此问题，您可以尝试以下方法。第一点，等待一段时间，错误代码429通常是暂时的，您可以稍等片刻，然后再尝试注册。等待一段时间可以使限制解除或限制的次数减少。第二点，更换 IP 地址。如果您使用的是动态 IP 地址，尝试重新启动您的路由器或切换到另一个网络链接，这将为您分配一个新的 IP 地址，以避免被限制。联系支持。如果您的问题持续存在，建议您联系相关服务的客户支持，向他们报告问题，并寻求进一步的帮助和解决方案。请注意，错误429是由服务器提供商实施的限制措施，我们无法直接解决此问题，因此与服务商提供的客户支持联系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注册时提示这段英文如何解决？如果在注册过程中提示这段英文，这意味着当前 OpenAI 的服务在你所在的国家不可用，这可能是由于法律法规或其他限制所导致的。OpenAI 的服务可用性受限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地理限制、法律合规性、数据隐私和安全方面的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可能有不同的法律要求和限制，因此有些国家可能无法获得对 OpenAI 服务的完全访问权限。如果您在注册过程中遇到这个提示，很遗憾地说，您可能无法在当前情况下注册并访问 OpenAI 的服务。建议您尝试寻求其他可用的替代方案，或咨询 OpenAI 官方网站或客服支持，以了解更多相关性和注册访问限制信息。ChatGPT 注册过程中输入手机号码提示一下英文如何解决？如果您在 ChatGPT 注册过程中输入手机号码进行验证时提示这段英文，这意味着您需要提供一个有效的非虚拟的手机号码才能继续注册。虚拟手机号码是指第三方平台提供的临时或匿名的手机号码，通常用于一次性验证或隐私保护。某些服务提供商可能要求使用真实的手机号码进行注册，以确保用户的真实身份和避免滥用。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您提供一个真实的手机号码进行验证，确保手机号码处于有效状态且可以接收短信验证码。如果您没有可用的真实手机号码，您可以尝试使用其他替代的验证方法，如电子邮件验证。如果选择了这个选项，或探索其他类似的服务来满足您的要求。请注意，提供虚假或不正确的信息可能违反服务提供商的使用条款，并可能导致您无法正常使用服务或面临其他后果。请遵循相关服务提供商的要求，并确保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
ChatGPT 注册时显示这段英文如何解决？如果在 ChatGPT 注册过程中显示段英文，这意味着当前注册功能不可用，请稍后再试。这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例如服务器维护、系统更新或其他技术问题。建议您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尝试注册。您可以稍后返回注册页面，或者关注相关平台或官方渠道的通知，以获取最新的注册可用信息。如果问题持续存在或您急于使用 ChatGPT 服务，您还可以联系相关平台的客户支持部门，向他们咨询注册问题，并获取更详细的帮助和指导。请注意，注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临时不可用的情况，但通常会很快恢复正常。建议您耐心等待，并再次尝试注册。注册 ChatGPT 时显示这段英文如何解决？如果在注册 ChatGPT 时显示这段英文，这意味着网站的所有者可能设置的限制阻止你访问或注册该网站。这个有一定的可能性就是您的 IP 地址或者您的设备被 ChatGPT 封锁了。这个之后我们也会出视频讲到这个情况。这可能是因为网站的访问限制，或者基于您的地理位置、IP 地址、设备类型或其他因素进行的限制。这些限制可能是出于安全、合规性或其他管理目的。如果您确定自己没有违反任何规定，并且确信应该可以访问该网站或注册 ChatGPT， 您可以尝试以下解决方法：使用不同的网络，尝试使用其他网络链接，例如移动数据网络、其他 Wi-Fi 网络或代理服务器。有时更换网络环境可以绕过某些限制。清除浏览器缓存，清除浏览器缓存和 cookies， 然后尝试重新访问网站并且进行注册。使用 VPN， 使用虚拟私人网络 VPN 可以更改您的 IP 地址和地理位置，可能帮助您绕过地理限制并访问网站。注册时提示这段英文如何解决？当在注册 ChatGPT 时提示这段英文时，这意味着您在过去1小时内发送了太多的请求，超出了网站的请求限制。这通常是为了防止滥用、保护服务器和维持网站性能而设置的限制。当您发送过多的请求时，系统会自动限制您的访问，并要求您稍后再尝试。解决此问题的方法是等待一段时间，通常是几分钟或几小时，然后再尝试进行注册。在此期间，请避免多次尝试注册或发送大量的请求，以避免触发更多的限制。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确保您的操作遵守网站的使用规则，并尝试使用不同的设备或网络连接进行注册。如果问题持续存在，请联系网站的技术支持团队，并向他们报告问题并寻求进一步的帮助。注册账号时提示这段英文，如果在注册当前账户注册阶段显示这段英文时，意味着当前无法进行注册，这可能是由于系统维护、服务器问题或其他技术问题导致的。建议您稍后再尝试注册，通常情况下，该问题会在一段时间后得到解决。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重新访问注册页面进行注册。如果问题持续存在，您可以尝试以下解决办法：清除浏览器缓存，有时浏览器缓存可能会导致无法正常注册。清除浏览器缓存后，重新打开注册页面并尝试注册。尝试使用不同的浏览器或设备，有时特定的浏览器或设备可能与注册页面不兼容。尝试在其他浏览器或设备上进行注册，看看问题是否得到解决。注册时提示这段英文如何解决？当注册 ChatGPT 时提示这段英文，这意味着当前 GPT 服务已达到容量上限，无法接受更多的注册请求。由于 ChatGPT 的资源有限， OpenAI 可能会限制同时访问和使用 ChatGPT 的用户数量，以确保服务的稳定性和质量。当达到容量上限时，新用户将无法立即注册并访问 ChatGPT。建议您稍后再尝试注册。OpenAI 可能会根据服务器的负载和资源可用性的变化来调整容量，因此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注册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注册时显示错误，这段英文如何解决？在注册的过程中显示错误这段英文时，意味着您的 IP 地址发送了过多的请求，这可能是由于您在短时间内发送了大量的请求，超过了服务商提供的限制。这通常是为了保护服务器免受恶意请求或滥用而设置的。为了解决此问题，您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步骤。第一，等待一段时间，错误信息通常会提供一个时间范围。建议您在此期间等待一段时间，以请求限制得以重置。更换 IP 地址，如果您的网络使用动态 IP 地址，尝试更换您的 IP 地址，例如通过重启路由器或使用虚拟私有网络 VPN。
优化请求频率，确保您的请求频率合理，并避免在短时间内发送过多的请求。如果您在进行自动化操作或使用脚本进行大量请求，请适当调整请求的频率和数量。ChatGPT 注册提示滥用，如果您在 ChatGPT 注册过程中收到滥用提示，这意味着系统认为您的注册行为可能涉及滥用或违反了平台的使用规定。为了维护平台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注册可能被阻止或限制。滥用提示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导致的：使用虚假信息，如果您提供虚假的个人信息或使用非法手段进行注册，系统会检测这种行为并认为您在滥用平台。多次注册尝试，如果您多次尝试注册或频繁提交注册请求，系统可能会将其视为滥用行为，已经违反平台规定。如果您之前在平台上违反了规定，如发违规内容或从事不当行为，系统可能会阻止您的注册。那么如果您确认自己没有滥用平台或违反了规定，那这个解决办法我就不念了。ChatGPT 注册失败的错误代码有哪些？在 ChatGPT 注册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各种错误代码，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注册失败错误代码和可能的原因。首先，第一个错误代码429，这个错误代码表示您的请求过于频繁，超过了服务器的处理能力，您可以稍后再试或者尝试降低请求的频率。第二个错误代码 assisted， 这个错误代码表示您被拒绝访问该页面或资源，可能是由于您的地理位置、IP 地址或其他限制导致的。第三个错误代码，这个错误代码表示您提供的手机号码无效，请确保输入正确的手机号码，并且不是虚拟手机号。第四个错误代码，这个错误代码表示您提供的邮箱地址无效，请确保输入正确的邮箱地址，并检查是否存在拼写错误或其他格式问题。第五个英文错误代码，这个错误代码表示注册功能目前不可用，请稍后尝试。第六个英文错误代码，这个错误代码表示同一 IP 地址下有过多的注册请求，可能是因为您在短时间内尝试了多次注册。第七个错误代码，这个错误代码表示 ChatGPT 目前达到了处理能力的上限，无法接收更多的请求，您可以稍后再试。请注意，这些错误代码可能会因为平台的更新或其他因素有所变化。如果您遇到了注册失败并且收到错误，请尝试具体的错误提示和说明，或联系 ChatGPT 的官方支持团队以获取更多的帮助和解决方案。ChatGPT 注册失败的错误提示有哪些？在 ChatGPT 注册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以下一些常见的错误提示。第一个错误提示：无效的电子邮件地址，您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格式不正确或无效，请确保输入正确的电子邮件地址。第二个错误代码：无效的电话号码，您输入的电话号码格式不正确或无效，请确保输入正确的电话号码。第三个错误：注册当前不可用，请稍后再试。注册功能当前无法使用，请稍后再尝试。第四个错误代码：来自相同 IP 的注册过多，同一 IP 地址下注册请求过多，可能是因为您在短时间内尝试多次注册。第五个错误代码 ：OpenAI 的服务在您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不可用， OpenAI 的服务目前无法在您所在的国家或地区提供。第二个错误提示：站点所有者可能设置的限制阻止你访问该站点。网站所有者设置的访问权限可能是基于地理位置、IP 地址或其他因素。然后是第七个错误提示：拒绝访问，您被拒绝访问该网站的资源，可能是由于地理位置、IP 地址或其他限制导致的。那么我这边就具体问一下啊，如何解决错误代码无效的电话号码？如果您在 ChatGPT 注册过程中遇到提示无效的电话号码、错误代码，您可以尝试以下解决方法：可以核对电话号码格式，请确保您输入的电话号码格式正确，请检查是否包含国际区号、区域代码和有效的电话号码，确保没有额外的空格或特殊字符。使用有效的电话号码，确保您使用的电话号码是有效的、可用的号码。尽量避免使用虚拟号码或已停用的电话号码。更换电话号码，如果您输入的电话号码确实有效，但仍然出现错误提示，可能是由于特定的电话号码无法接受您的限制访问。尝试使用另外一个电话号码进行注册，或联系 ChatGPT 的官方支持团队以获得更多帮助。联系官方支持，如果您尝试了以上方法仍然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 ChatGPT 的官方支持团队，他们可以提供更具体的帮助和解决方案，以解决无效的电话号码的错误。如何解决无效的电子邮件错误？如果在 ChatGPT 注册的过程中遇到无效的电子邮件错误，您可以尝试以下解决方法：核对电子邮件地址格式，请确保您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符合正确的格式，包含一个@符号和有效的域名。检查是否有任何拼写错误或额外的空格。
使用有效的电子邮件地址，请确保您使用的电子邮件地址是有效的、可用的地址，避免使用临时或一次性的电子邮件地址，以确保能够收到验证邮件。尝试使用其他电子邮件地址。如果您确定输入的电子邮件地址是有效的，但仍然出现错误提示，可能是由于特定的电子邮件地址无法接受或限制访问。尝试使用另一个电子邮件地址进行注册。检查垃圾邮件文件夹，有时验证邮件可能会被错误地分类为垃圾邮件，并被发送到您的垃圾邮件文件夹中。请检查您的垃圾邮件文件夹，确认是否有来自 ChatGPT 的验证邮件。如何解决错误提示？网站所有者可能设置了阻止您访问该网站的权限。当您在访问网站时遇到错误提示，网站所有者可能设置了阻止您访问网站的限制的错误提示时，您可以尝试以下解决方法：清除浏览器缓存和 cookies。有时浏览器缓存和存储的 cookies 可能会导致访问问题。尝试清除浏览器的缓存和 cookies， 然后重新加载网页。使用其他的网络链接。某些网站可能设置了特定的地理区域限制，以限制访问。尝试使用其他网络链接，例如使用移动数据或连接到其他 Wi-Fi 网络，看是否能够成功访问网站。使用代理服务器或 VPN。有时使用代理服务器或虚拟私人网络 VPN 可以绕过某些访问限制。尝试使用代理服务器或 VPN 服务，以改变您的 IP 地址，并尝试重新访问网站。请注意，有些网站可能确实设置了特定的访问限制，以保护其内容或限制特定的地区访问。在这种情况下，除非网站所有者解除了限制，否则无法解决该问题。如何解决 SSDID 错误，也就是说访问被拒绝错误？当在您访问网站时遇到访问被拒绝的错误提示时，您可以尝试以下方法来解决该问题。检查您的网络链接，确保您的网络链接正常。尝试重新加载网页或其他网络链接，如移动数据或其他 Wi-Fi 网络。清除缓存和 cookies。有时浏览器缓存或存储的 cookies 可能导致访问问题。尝试清除浏览器的缓存和 cookies， 然后重新加载网页。禁用代理服务器或 VPN。某些代理服务器或虚拟私人网络 VPN 可能会导致访问问题。如果您正在使用代理服务器或 VPN， 请尝试禁用它们，然后重新访问网站。检查访问权限，确保您有足够的访问权限来访问该网站。有些网站可能会对特定页面或功能设置的访问限制，您可能需要登录或注册才能获得访问权限。使用其他浏览器或设备。如果问题仅出现在特定的浏览器或设备上，尝试使用其他浏览器或设备访问网站，以确定是否与特定环境相关。这个还是就是说白了，就是您的 IP 地址、设备或者是您的这个环境被 OpenAI 封控了，被封锁了，无法登录啊。那么最后面呢，我在问 ChatGPT 注册时提示虚拟号码如何解决。如果在 ChatGPT 注册过程中遇到虚拟号码的错误提示，您可以尝试以下解决方法：使用真实的手机号码。 ChatGPT 可能要求使用真实的非虚拟的手机号码进行注册，请确保您提供的手机号码是真实有效的，并且尚未在 ChatGPT 或 OpenAI 的其他服务中使用过。更换手机号码。如果您使用的虚拟号码或在线接收短信的服务，如果您使用的是虚拟号码或在线接收短信服务，可能会被识别为虚拟号码。尝试使用您自己的真实手机号码进行注册，以避免该错误。检查网络链接，有时网络链接不稳定或使用代理服务器或 VPN 可能导致验证过程中出现问题，请确保您的网络链接稳定，并尝试在没有代理服务器或 VPN 的情况下进行注册。请注意，虚拟号码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无法通过验证过程，这可能是为了确保其使用者的真实身份和减少滥用行为，因此建议您使用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进行注册，以确保顺利完成注册过程。最后面我就问，在无法注册 ChatGPT 账号的情况下，如何联系 OpenAI 的客服？在您无法注册 ChatGPT 账号并需要联系 OpenAI 客服的时候，可以尝试以下方法：访问 OpenAI 的官方网站。您可以访问 OpenAI 的官方网站 3w.openai.com 以获得更多信息。在网站上，您可以找到有关产品、服务、支持和联系方式的相关信息。查找支持页面。在 OpenAI 的官方网站上，您可能会找到一个支持或帮助页面，其中提供了常见的问题解答、文档、指南或其他有用的资源。浏览该网页可能会提供您所需要的帮助。使用社交媒体。
OpenAI 通常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活跃，例如推特、LinkedIn 等。您可以尝试通过这些平台与 OpenAI 进行联系，发送私信或留言，向他们提出您的问题或请求帮助。发送电子邮件，如果您实在找不到其他的联系方式，您可以尝试发送电子邮件给 OpenAI 的支持团队或客户服务部门，在电子邮件中清楚地说明您的问题或需求，并且提供尽可能多的详细信息，以确保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您的情况，并提供适当的支持。那么这边他也说了请注意 OpenAI 的客户支持团队可能会有不同的响应时间，取决于工作负载和其他因素，请耐心等待他们的回复，以确保您提供准确和清晰的信息，以便他们更好帮助您解决问题。反正我之前给 OpenAI 写邮件是没有得到回复的，我这边跟大家说一下。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的一个全部内容练这么一大段的这个文字确实是非常的辛苦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支持下我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跟我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到了这个视频的最后我之前视频的开头来跟大家说了，看到最后的人呢有一个惊喜，就是100%的能够用到 ChatGPT 账号。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之前有注册过一个 ChatGPT 账号，我决定分享给大家。当然这个账号我之前的一期视频呢也提到过，也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 ChatGPT 服务这个账号的名字和密码呢都非常好记这个账号的名字是在这里我为什么不发到这个评论区或者说明呢？因为我怕用的人太多了，然后会导致这个账号被封禁然后这个账号的名称呢在这里大家应该都能看得到。密码呢很简单就是我的英文名我的英文名Conny12345。刚刚那个进去之后没有显示这个左边的聊天窗口网络出了点问题，我在这边又刷新了一下又可以用了这边我就是给大家就是说共享用这个账号，但是我也跟大家说这个账号呢是给这些无法注册无法使用 ChatGPT 账号的朋友们的，希望大家就是说好好的使用，不要去修改账号的密码或者是做出一些违规的行为。我之前也收到过邮件说这个账号的密码有人想去修改这个就不要去改了没这个必要毕竟这个账号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用嘛。我经过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呢之前有很多朋友有用过我这个账号没有出现这个账号被封禁或者无法登录的问题，反正我这边是能够正常进去的那么希望这个能够稍微的帮到大家那么这就是今天的一个视频全部内容，视频非常长一直在不停的讲话是非常累的那么如果觉得有用的话呢，希望大家点个赞，在视频栏底下呢发表您的评论，也可以把视频分享出去，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让他们能够正常的使用上ChatGPT。我是柯宁，那么这就是今天一个全部内容，谢谢大家的支持和观看，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拜拜。